男孩发现了异常，紧接着就是大声呼喊，可是来不及了，妈妈不慎失足从屋顶坠落。事件发生后，父亲赶紧找来了救护车，但是一切都再也回不去了。这次意外导致妈妈的脊椎被摔断，胸部以下从此失去了知觉，换句话说，她的整个后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原本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有着爱她的老公和3个可爱的儿子，她热衷生活又无比向往自由。这场意外使这个家庭遭受了近乎灭顶之灾，母亲再也无法重拾对生活的信心，父亲的日夜陪伴与支持何尝不是另一种煎熬。每天早晨，丈夫会拉她起床，然后帮她挪动到轮椅上，但是她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给孩子们做一顿爱心早餐。在孩子们上学后，她就会拉上所有的窗帘，在昏暗的房间中一动不动地呆坐一整天。晚上，丈夫工作完回到家，就会帮她擦洗身体，照顾得无微不至。然而，在她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希望与笑容。再到后来，她逐渐开始自暴自弃，对生活彻底失去了盼望。当朋友手捧鲜花来看望她时，她不但没有开门迎接，反而还将自己隐藏在角落。看得出来，并不是这个世界抛弃了她，而是她本身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自卑、胆怯以及不自信占满了她整个心灵。一天假期，孩子们在沙滩上玩着游戏，突然不远处传来的动物叫声吸引了男孩的注意。男孩慢慢靠近声音的源头，俯下身来一看，原来是一只喜鹊。男孩抬起头，他明白了，喜鹊和妈妈一样从高处掉了下来，摔断了翅膀。男孩将受伤的喜鹊带回了家。当他说出喜鹊的遭遇，并提出要收养他的时候，母亲并不赞同，因为他在喜鹊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可在孩子们的再三坚持下，喜鹊最终真的被收留了。他们还给他取了新的名字企鹅。男孩对他的照顾非常细心，晚上休息的时候会让他与自己共处一室。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分，就跑去树林给他捉虫吃。这天下午，男孩问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企鹅。She's a wild bird, which means she can't stay here forever. 这时丈夫匆忙走进屋，先是亲吻了她的脸颊，随后他计划晚上到海边全家人一起吃个沙滩晚餐，但她拒绝了。她还是不想走出家门，不愿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丈夫拗不过她，只能将她送回卧室。丈夫帮她从轮椅挪到了床上，可刚一躺下，她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 Don't. 也许只有在全身肌肉发生痉挛的时候，她才能感觉到下半身的存在吧。在这天半夜里，父亲焦急赶过来，2个孩子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在厕所里又拉又吐。孩子是她的心头肉，听着他们痛苦的呻吟声，自己却什么忙都帮不上。在丈夫回来之后，她终于绷不住了。 Please call out for me. What am I? I can't even be a mum. You are. No, I'm not. I'm nothing. I just hate it so much. 来自肉体的伤痛，她都能忍受，可这份心灵的创伤该用什么抚平呢？隔天，一家人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男孩临出门前把企鹅托付给了妈妈。在他们走后没多久，企鹅就开始闹了起来。听到叫声，他很是不情愿，本不想理他，可是企鹅一直不停地在叫，他不得不起身，用木板搭在轮椅上，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身体。好不容易来到了客厅，开始给企鹅投食。企鹅没有吃，看来是不饿。他扭头朝卧室走去，这时企鹅像开玩笑一样又吵了起来。他有些心烦，没办法，只能回去。可回到客厅，他发现企鹅不见了。接下来他开始满屋子的找，而企鹅悠悠闲闲的四处跑，一会儿高兴了跟他玩玩捉迷藏，一会儿不开心了耍耍小脾气。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企鹅突然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叫声，顺着声音他来到了仓库。原来是企鹅不小心掉进了蜂蜜罐中，差点被蜂蜜淹没。他赶紧伸手捞出了企鹅，看样子他似乎受到了点惊吓。随后他擦去了企鹅身上的蜂蜜，又耐心地帮他吹干羽毛。瞬间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弱小的生灵如此需要他的照顾。慢慢的，他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当天晚上，男孩问妈妈：“企鹅能跟我们一起生活多久？”妈妈说 Just until she gets strong enough. Yes. She doesn't want to be stuck inside, does she? 看得出来，他对企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
从那之后，他每天发呆的时间有了他的陪伴，企鹅逐渐成了他精神上的依靠。直到某一天，在家人的陪伴下，他终于肯踏出家门。可很不巧，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了之前的同事。在交谈中，人家有着很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规划，他想到了自己，这些原本也应该是他的生活啊。重新回到家中，他看着自己过去的点点滴滴，情绪开始发生崩溃。他把照片一个个摔在地上，这样发泄还不够，他要把自己的回忆、过去的人生通通都打得粉碎。孩子们放学后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丈夫随便编了个理由支走了他们。他没有责怪他，因为他理解妻子的苦衷与压力，只是默默地拾起玻璃碎片，用包容和忍耐诠释着他满满的爱。隔天，丈夫带回来了一页传单，是皮划艇广告。You serious? You love the water. You don't get it. 丈夫一直鼓励她战胜心魔，要勇敢地开始新生活，可她始终无法接受，最后两人不欢而散。这时企鹅跑到她的门口狂叫，男孩打开了门，原来是母亲摔倒了。男孩把枕头放在妈妈的身下，随后他出去叫父亲帮忙。这时企鹅左右张望，随后脚下一蹬，它飞起来了。企鹅一路从客厅飞出了屋外，丈夫看到她终于获得了自由，急忙跑进屋里扶起了妈妈，然后推她来到屋外，全家人一起分享着这份喜悦。她的脸上此时终于绽放出了明亮的笑容。这天晚上，他轻轻抚摸着企鹅，自己也陷入了沉思。喜鹊折断了翅膀，却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飞翔，看来他也是时候该挑战新的人生了。第二天，在全家人的支持下，他第一次尝试了皮划艇。强大的内心让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他笑了，这个笑容发自内心，来自灵魂。几天之后，一家人早早的起床，今天是他的生日，家里难得的热闹。男孩开门，把企鹅放了出去。不一会儿，一家人正在聊天的时候，母亲听到了企鹅凄惨的叫声，是几只大喜鹊在欺负她。母亲一边敲窗一边大喊，丈夫赶紧向楼下冲去，他驱散了那几只坏鸟。企鹅受到了惊吓，也转身飞走了。男孩很后悔，他认为自己不该放企鹅单独出去玩的。天空下起了小雨，可他们从没放弃寻找，直到深夜都没有回家。母亲路过大儿子的房间时，无意间打开了他的电脑。Other days it could have broken, but it waited for Mum. And I'm the one who took her there. I wish it was me who leant on that fence. I wish it was me who broke my back.他不敢相信，原来自己的孩子内心承受着如此之深的自责。第二天清晨，他就找到了男孩。You're not to blame for Penguin, and you're not to blame for my accident. Okay. 男孩见妈妈提到此事，像是揭露了内心的伤疤一样。男孩想要逃避，妈妈拦下了他。It's my fault we went up that tower. It's my idea. I'm the reason you broke your back. I wish. Every day I wish we'd never gone on that bloody roof. But we went. That was our decision, not yours. You're not to blame for any of it. 这是男孩的心结，压在他心头1年之久的阴霾，今天终于得以释放。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影片结尾，他们全家人到山上出游，望着天边的落日余晖，他内心中的自己站起来了。独处的他与想象中站立的自己在山坡上对视相望，在这一刻，他笑了，这一次是重生的笑容。当然，好事一定会成双。当他们回到家时，耳边再次响起了那熟悉的叫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可以像疯狗一样对事情的发展疯狂怒吼，你可以咒骂命运不公，但当事情结束时，你就必须学会放手。